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感觉自己能征服世界，结果出门被老板骂了一句，瞬间觉得人生灰暗，自己一无是处，收藏了无数个10天速成的技能课，却总是在第2天就放弃，然后陷入更深的自我厌弃。在人群中，你习惯性的沉默，不是不想说，而是怕说错，怕被评价，怕那个想象中的聚光灯照亮你的笨拙。你活得像一个不断出现 bug 的程序，时而自信爆棚，时而脆弱不堪，在我能行和我不配之间反复横跳，精神被撕扯得疲惫不堪，还以为这是人生的常态。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不正常。这不是你的意志力有问题，也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人生操作系统从根源上已经崩溃了。我们都像一台精密的电脑，那些你拼命学习的技能、知识、方法论，都只是安装在上面的应用软件，而真正决定这台电脑运行效率和稳定性的，是它的底层，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掌控一切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就是你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不是100%，而是200%的信任。我把它称为确信力 （certainty force）。为什么是200%？你问问自己，一个婴儿在学走路时，会怀疑自己吗？他摔倒100次，甚至第101次摔得更重，他也不会躺在地上想，完了，看来我天生就不是走路的料。在他的世界里，学会走路是必然会发生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选项。这就是确信力，它不是来源于我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不是来源于别人对我的认可，它是一种先于一切判断的、无条件的、对自己存在合理性的绝对确认。它是一种我，即是价值本身。我活着，就是为了创造的根本设定，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用一个充满病毒和漏洞的盗版系统去运行我们宝贵的人生。我们把99%的精力都用在了给应用软件打补丁、杀病毒上，却从未想过问题的根源是那个摇摇欲坠的系统本身。今天的节目就是说你的系统重装指南，它会带你彻底卸在那个让你内耗、焦虑、停滞不前的旧系统，然后亲手安装一个全新的、强大的、拥有200%确信力的人生操作系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看见那座名为你的冰山开始。冰山之下，解密掌控你人生的确信力算法。心理学上著名的冰山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自我就像一座冰山，水面上我们能看到的行为、言语、成就只占了10%，而水面下那决定一切的90%，是我们的内在感受、观点、期待、渴望，以及最深处的星号我是谁 self 星号。这90%的隐藏部分，就是你的人生操作系统。它通过一套精密的确信力算法，决定了你水面上那10%的全部表现。算法核心1：身份 identity， 你是谁，比你做什么重要100倍。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你整个操作系统的根目录，你给出的答案将决定系统运行的所有指令。普通人的身份认同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月薪8000的打工人，我是一个没人爱的失败者，我是一个搞砸了所有重要关系的老好人，
这些身份标签就像一个预设的程序，让你的大脑自动去搜集证据来证明我果然是这样的人。还记得马斯克的星舰吗？连续3次在万众瞩目下炸成一团绚烂的火球，烧掉的是数以亿计的美金。如果是我们，别说3次，1次就足以让我们崩溃，躲在角落里怀疑人生，觉得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但马斯克的身份认同不是一个造火箭的工程师，而是一个致力于将人类变成跨星球物种的开拓者。在这个宏大的身份之下，失败这个词的定义被彻底改写了。爆炸不是失败，而是获取了宝贵的飞行数据，是通往最终成功路上一个必然且必要的环节。如果没有爆炸，才说明探索的不够极限，创新的不够彻底。看，这不是鸡汤，这是身份算法的冷酷现实。你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定义自己，你的大脑就会为你编写什么样的现实剧本。你以为自己是没人爱的失败者，你就会在与人交往中下意识地放大对方一丝一毫的冷淡，忽略掉所有的善意，最终用自己的言行把对方推开，然后对自己说：看吧，果然没人爱我。你以为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价值创造者，你就会在关系中不卑不亢，敢于表达也敢于拒绝。你的这种姿态反而会为你筛选出真正懂得欣赏你的人。所谓成长，就是用你亲手锻造的身份去覆盖掉世界强加给你的标签。算法核心2：情绪 emotion， 行动力的唯一燃料。人是一种情绪动物，而非理性动物。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永远都在做感觉爽的事。明知道该健身，却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因为刷视频的即时快乐打败了健身的远期痛苦。明知道该学习，却一集接一集追剧，因为追剧的沉浸感淹没了学习的枯燥感。问题出在哪里？是情绪。情绪才是驱动我们行动的唯一燃料。一个确信力低下的人，在做任何有挑战的事情之前，大脑里上演的都是这样的内心戏：这事我能行吗？万一搞砸了多丢人，上次我就失败了，这次肯定也不行，别人会不会在背后嘲笑我？这些念头瞬间会产生大量的焦虑、恐惧、怀疑等负面情绪。你的身体为了应对这些危险信号，会分泌皮质醇，让你进入战或逃的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的大脑前额叶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的部分功能会被抑制，结果就是你感觉浑身无力，只想躺平，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而一个拥有200%确信力的人，他的内心戏是这样的：这个挑战有意思，让我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搞砸了呗。那我就又收集到了一个此路不通的宝贵数据，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他的情绪是平静、好奇，甚至带着一丝兴奋。这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他的大脑和身体都处于一种趋近和探索的模式，行动力自然爆表。高手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用意志力去对抗内耗，他们的操作系统能自动将挑战解码为机遇，将未知解码为乐趣。他们的情绪燃料永远是满格的。真正的确信力不是建立在你拥有多少能力、获得多少成就之上的，它是一种更底层、
更纯粹的东西，我存在本身就是圆满。我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却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家庭、学校、社会用各种你应该和你不行的病毒侵蚀得面目全非。现在是时候通过几个故事，看看那些重装了系统的人活出了怎样不同的人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进入3个真实的生命场景，看看确信力是如何在关键时刻逆转一个人的命运轨迹的。天才外科医生的冒名顶替综合症，价值解耦的力量。林医生是国内顶尖医院最年轻的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他的手稳得像机器，操刀过上百例高难度的心脏搭桥手术，成功率高得惊人，是同事和患者眼中的神之手。但没人知道，每个走下手术台的深夜，林医生都会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所吞噬。他反复回放手术的每一个细节，任何一点微小的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他觉得自己只是个骗子，一个靠运气走到今天，随时可能被揭穿的冒名顶替者。别人越是赞美他，他就越是恐慌。他的人生操作系统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逻辑上，我的价值等于手术的成功率。这个系统让他背负了不能承受的重担。每一次成功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下一次绝不能失败的压力。他的确信力不是源于自我，而是源于外界的结果。一旦结果出现波动，他的整个系统就会濒临崩溃。转机发生在一场失败的手术后，那是一个病情极其复杂的孩子。尽管他和团队拼尽了全力，依然没能挽回生命。孩子的父母没有责怪他，反而握着他的手说：“林医生，谢谢您给了我们最后的希望。”那一刻，他崩溃了。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他开始了一场艰难的系统重装。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价值解耦。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改写自己的核心代码。我的价值不等于手术的成功率，我的价值在于我选择了站在手术台前，为生命奋战到底的这个意愿。我的价值在于我掌握了顶尖的医学知识，并愿意用它来服务他人。这个能力本身就是价值。成功或失败只是概率，而我选择与概率共舞。这个勇气就是价值。他开始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必须永远成功的外科医生重新定义为一个致力于探索生命极限、给予患者希望的医学战士。当他带着这个全新的身份回到手术台，奇迹发生了。他的手依然沉稳，但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他不再恐惧失败，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尽了全力，他就在践行自己的价值。成功是锦上添花，而那万一的失败是医学边界的悲壮回响，是指引他继续探索的路标，而不是对他个人价值的审判。林医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的确信力与外界结果脱钩，转而锚定在你的内在使命和意愿上时，你才能获得真正的不可动摇的自由。从便利贴女孩到职场女王，身份锻造的奇迹。刚毕业的小雅是办公室里典型的便利贴女孩，谁都可以使唤她，让她帮忙订餐、复印、取快递。她总是笑脸迎人，从不说不，因为她害怕被讨厌，害怕被孤立。她的身份认同是：
我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没什么价值，只有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才能换来一点点安全感。在这个身份的支配下，他活得像个影子。会议上，他有想法也不敢说。项目里，他做了很多工作，功劳却被别人抢走。他越来越累，也越来越看不起自己。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晋升机会。他明明是部门里业绩最好的，但领导却提拔了另一个远不如他，但更会表现的同事。领导找他谈话时说：“小雅，你很好，但有点缺乏存在感。”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捅开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他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他做的不够多，而在于他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天晚上，他没有哭，而是拿出笔记本，开始了一场身份锻造的仪式。他写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便利贴女孩，我的新身份是星号一个专业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职场价值创造者星号。为了让这个身份活起来，他为他设定了行为准则。一个价值创造者会把 80% 的时间用在能产生最高价值的核心工作上，而不是琐事。一个价值创造者会在会议上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可能为团队带来突破。一个价值创造者会主动争取对自己成长有利的项目，并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负责到底。一个价值创造者懂得设立边界，会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请求。第二天，当同事再次习惯性地让他帮忙打印文件时，小雅微笑着说：“抱歉，我现在手头有个紧急的报告要处理，打印机在那边，你可以自己操作一下哦。”同事愣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这是小雅第一次在职场说不，她的心在狂跳，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自己人生的快感。她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哪怕一开始声音会发抖。她开始主动向领导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成果。她开始把所有精力聚焦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半年后，公司有个重要的新项目，需要一个有魄力、有想法的负责人。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小雅主动请缨，并拿出了一份逻辑清晰、极具洞察力的项目方案。最终，她拿下了那个项目，并做得非常出色。1年后，她成了部门主管。曾经那些使唤她的人，如今都心悦诚服地叫她雅姐。小雅没有学什么新的技能，她只是换了一个操作系统。她用自己亲手锻造的身份，改写了大脑的程序，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最终改变了她的现实世界。你的身份就是你的命运，你给自己什么样的设定，就会活出什么样的人生。马斯克的非理性坚持，叙事重构的力量。这个案例我们前面提过，现在让我们深入其内核。当 SpaceX 的火箭接二连三地化为灰烬时，华尔街的投资人、航天界的专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马斯克疯了。他就是一个把钱往水里扔的偏执狂。在传统的商业叙事里，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但在马斯克的叙事里，这是一个关于学习的故事。他对自己和团队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不是在发射火箭，我们是在用真金白银做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物理实验。每一次爆炸都不是资产的损失，而是数据的获得。
我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排除掉所有错误的可能，无限逼近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就是叙事重构的力量，它把一个大众眼里的灾难重新诠释成了一个进程。这种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当你被分手了，传统的叙事是我被抛弃了，我不够好，我真失败。重构后的叙事是这段关系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教会了我关于爱与不爱的宝贵课题。现在我带着这些经验可以去迎接更适合我的人了。当你创业失败了，传统的叙事是我输光了所有，我的人生完蛋了。重构后的叙事是我用一次创业的成本上了一堂顶级的商学院实战课，收获了关于市场、人性、管理的第一手认知。这些无形资产将是我下次成功的基石。当你被当众批评了，传统的叙事是我太丢脸了，所有人都看不起我。重构后的叙事是我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来自外界的免费反馈，我要从这些批评中提取出有效的信息来优化自己，忽略掉情绪化的攻击。我的价值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评价而增减。挫折不是惩罚，而是指引。你如何讲述你的故事，决定了你的感受和下一步的行动。拥有确信力的人是自己人生的首席编剧，他们永远能把任何看似糟糕的剧情写成一部英雄成长的史诗。现在轮到你了，理论和案例都是为了让你看清问题的本质，而接下来的确信力激活三部曲是真正需要你亲身实践的，重装你人生操作系统的具体步骤。请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拿出纸和笔，或者打开你的备忘录，像对待一次最重要的人生手术一样，严肃地、虔诚地完成它。第一步，价值解耦 Value Decoupling， 签署你的自我价值独立宣言。这是最核心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你要从思想的根源上切断你的自我价值与一切外在事物的捆绑。请写下这段宣言，并每天朗读，直到它融入你的潜意识。自我价值独立宣言。我写下你的名字，在此郑重宣告，我的价值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与生俱来的。它不依附于我的工作成就、我的银行存款、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外貌身材，以及任何人的爱、认可或批评。我允许自己成功，也允许自己暂时失败。成功是体验，失败是学习，他们都不能定义我。我允许自己被爱，也允许自己被误解。被爱是礼物，被误解是课题，他们都不能决定我。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的奇迹。我呼吸，我感受，我思考，我行动，我本身就是意义。从今天起，我收回所有评判我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只属于我自己。我是自由的。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你在每一次遭遇外界评价和结果的波动时，都能立刻启动这个防火墙，告诉自己，这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它不等于我。第二步，身份锻造 Identity Forging， 写下你的我是谁。你要像小雅一样，为你自己设计一个全新的、充满力量的身份。这个身份必须是主动的、积极的，聚焦于过程而非结果的。请回答以下问题：抛开所有现实的限制，
你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者？例如，探索者、创造者、疗愈者、建造者、连接者、学习者。这个身份的核心使命是什么？例如，一个探索者的使命是体验生命的无限可能，而不是找到标准答案。基于这个身份，你会如何定义成功与失败？例如，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没有失败，只有反馈。写下你的新身份宣言，格式为：我是一个，我的使命是例如，我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者和创造者，我的使命是通过文字和分享，点燃他人内心的光。把这个宣言写在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多问自己一句：作为一个你的新身份，我会怎么做？第3步，叙事重构 （Narrative Reframing）， 成为你人生的首席编辑。选择一件你过往经历中一直让你耿耿于怀的失败或创伤事件。现在，请你扮演一个顶级的好莱坞编剧，把这个悲剧故事重新改编成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你需要找到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积极意义，你学到的教训，它如何塑造了你今天的品格。请用以下句式来完成你的新故事。曾经，我以为描述你原来的负面看法，但现在我意识到，正是因为那段经历，才让我描述你获得的成长和智慧。它不是我的伤疤，而是我的勋章。它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形容词的人。例如，曾经，我以为第一次创业失败是我人生的污点，但现在我意识到，正是因为那次惨痛的失败，才让我学会了敬畏市场，看懂人性，管理现金流。它不是我的伤疤，而是我的勋章。它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坚韧、更务实的创业者。坚持做这个练习，你会发现，你的过去不再是束缚你的牢笼，而是滋养你的土壤。你将获得改写一切意义的权利。重装一个人的人生操作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你持续的觉察、练习和捍卫。你会遇到阻力，你的旧系统会像病毒一样试图反扑。你身边的人可能会不适应你的改变，他们会说你变了，太狂了。但你必须记住，让你自己活得舒展、坚定、充满力量。这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你对你自己生命应尽的责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扮演一个唯唯诺诺、看人脸色的配角。你的生命是一部注定要由你来担任主角的史诗。你不去演绎你的精彩，谁来替你活？你不去发出你的光和热，难道要等着世界来照亮你吗？那座名为你的冰山，水面下的90%，蕴藏着你无法想象的能量。去看见它，去唤醒它，去掌控它。从今天起，别再向外寻求任何许可了。你就是你自己的最高授权。你信自己200%，不是狂妄，是责任。人生这场戏，你不演主角，谁演？